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转眼已经进入8月下旬，距离9月份苹果秋季新品发布会的时间也越来越近。关于这次发布会要发布的新品的猜测也越来越多，甚至已经让大家都有一种不用发布会也基本知道要发布什么产品的错觉。毕竟，关于 iPhone 16系列、Apple Watch 系列、AirPods 系列等的更新基本都已经有了爆料，但 Jeffrey 仍想说的是，相信 One More Thing 或许会有新花样。近日，网上曝光了一张图片，是苹果今年秋季新品发布会的邀请函，真假咱们先不说，我们来找图中的密码，看看都透露了哪些信息。密码1，发布时间。如图所示，苹果将会在今年9月10日上午10点举行2024年 Apple 秋季发布会。密码2，新配色 iPhone。首先是图中同色材质的苹果 logo， 意味着苹果将推出古铜色的 iPhone 16 Pro 系列。关于古铜色的 iPhone， 此前也有相关爆料内容。从外媒最新的报道来看，苹果公司在命名时，最终很可能不会直接命名为古铜色，可能会命名为沙漠态。密码3，新增功能按钮。据国外媒体最新爆料， iPhone 16系列的拍摄按钮是一个电容式的触控按钮，按钮与机身侧面完全持平，毫无凸起，通过触控方式激活，并以震动的方式向用户反馈。据悉，苹果内部将该按钮称为拍摄按钮，它堪称迄今为止推出的最先进的按钮之一，支持多种手势，且具有响应压力的能力，能够透过压力感测启动不同功能。从目前的消息来看，该按钮在 iPhone 水平横放拍照或拍视频时，能够执行以下快捷操作：按下按钮即可拍照，长按按钮启用录像，轻触按钮自动对焦，左右滑动按钮缩放调整焦距。还可能会有一个在照片模式和视频模式之间切换的手势，类似于在 iPhone 相机应用程序中按下并滑动来捕捉视频的方式。其中，轻触按钮自动对焦是数码单反相机用户常用的一种手势，它能让 iPhone 相机在拍照和录像时更加便捷，相当于单反相机上的快门按钮。此外，通过捕捉按钮，苹果将鼓励用户横向拍摄图像和视频，以便在 Vision Pro 头戴式设备上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其他的信息目前网上已经有大部分曝光，大家参考画面总结的信息，也就一目了然了。那么这样的配置表到底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引发一波换机潮呢？最近，市场调研机构 Salesforce 就公布了一项针对现有苹果用户是否愿意换 iPhone 16的统计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高达 62% 的用户表示有意升级至新款 iPhone 16。这项数据远高于业界先前的预测，还引发了市场对苹果下一代产品的注意与期待。Salesforce 的调查报告也进一步揭露了促使 iPhone 16用户愿意升级的主要关键原因有以下6个。1、散热设计。26.8% 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 iPhone 16能够有新的散热系统，才能避免执行复杂的手机应用程序和游戏手机会过热。2、AI 功能。21.9% 的用户表示会想升级购买 iPhone 16，最主要原因是增加了苹果 AI 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与其他 Android 手机如三星和 Google 提供的 AI 功能有关，3效能提升。也有 21.5% 用户想升级 iPhone 16，是对硬件升级有极高的期待，他们表示希望有更快的全新 A 系列芯片处理器。4、大屏幕尺寸。还有 19% 受访者比较注重 iPhone 屏幕尺寸，希望有更大的屏幕能够选择，这也是影响他们换 iPhone 16的关键原因之一。明显能看出大屏幕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不过，调查显示对于喜爱 iPhone 16 Pro 系列大屏幕尺寸设计的，大多数还是集中在男性用户，相对来说，女性会认为 iPhone 手机够大了，甚至还有少数期待 iPhone SE 4手机出现。5、动作拍摄按钮。有不少受访者也表示，基本款 iPhone 16能配备动作按键和新增拍摄按钮，这些功能也会让他们想升级换机。6、对于今年 iPhone 16将支持 Wi-Fi 7芯片，调查数据也显示，提升 Wi-Fi 速度和稳定度对于 iPhone 用户并非是相当重要。Salesforce 指出，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iPhone 16将会是一款非常成功的手机，将近 62% 现有 iPhone 用户会计划升级新机，和去年市调统计有 66% 用户打算升级到 iPhone 15的结果差不多。每年苹果推出的新 iPhone 总会是受到市场欢迎，尽管目前只能依靠提前爆料的消息来判断，但随着 iPhone 16新机发表后，相信升级换机的升级率也会大幅增加。就目前调查来看，能否让 iPhone 16引起一波换机潮，最关键原因还是在于新机售价，这将会是影响用户是否有打算换机的关键。不过对于已经打算入手新 iPhone 的小伙伴，最近还有一个信息值得关注。最近看到评论区里好多小伙伴都在刷同一个话题，印度造 iPhone。
网上甚至还传出了印度生产的 iPhone 大厂杆菌超标的说法。确实富士康在印度的工厂承接了部分 iPhone 的组装工作，包括去年的 iPhone 15机型，以及更早的老款 iPhone。最近还有消息爆出，印度已经开始组装 iPhone 16 Pro 系列这种高端机型了。据说富士康位于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的工厂已开始对数千名工人进行培训，以尽快在全球发布前生产 iPhone 16 Pro 机型。首批 iPhone 16 Pro 系列全部由中国制造，但发布会后不久，印度就会开始生产，既供印度国内销售，也会出口到世界各地。这意味着苹果进一步扩大了印度供应链的规模，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但是你别慌因为印度组装的 iPhone 16系列新机，你基本没机会买到。首先，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印度产的 iPhone 数量仅占比 14%， 即使今年有所提高，中国组装也依然占据大头。即使你恰好买到了印度组装版本，也不必太过担心，毕竟苹果对于出厂产品质量有相当严格的标准。至于网络上所谓印度生产的 iPhone 大厂杆菌超标说法只在中文网络上出现，国际媒体包括彭博社、路透社、法新社、9to5Mac、Mac Rumors 等均未见报道，没有任何可信出处，确定为杜撰，纯网络谣言。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苹果正式邀请函很快就会发出，届时我们再来做一波精准解密。那么你打算入手 iPhone 16吗？哪个因素会让你决定换机呢？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